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暗黑2重置版德鲁伊的流程。今天是普通的第5章，也是咱们最后一章使用召唤的玩法。从普通的第3章开始，我打了一个动物园的补丁。这个补丁呢是从原版的年代就有的，它主要呢是解决了德鲁伊的同系召唤物不共存的问题。这里因为召唤物的种类太多了，所以呢我就舍弃了藤类还有乌鸦。重置版的这个补丁呢，每种狼还可以多召唤2只。我小弟啊拿起了眼光，所以说咱们无论是元素系还是召唤系，咱都不缺了。给大家看一下狼的伤害，大概是60-70或者70-80。这个伤害在普通难度都是够用的，但是呢，动物园的补丁看起来虽然热闹，它数量上的提升无法抵抗到了噩梦难度还有地狱难度这种难度陡崖式的上升啊。所以说到了噩梦难度呢，我就起点了，要换成元素系。那么到了地狱难度起点，咱们换成狼。这样的话呢，3个难度3个玩法。那其实这种起点方式玩下来的话呢，它加点就和平时的玩法不太一样了，因为你只需要考虑本难度你大概能够拿到多少技能点，拿到多少属性点来进行搭配就可以了。你无需通盘的进行考虑，不要从普通难度就考虑到地狱难度，我什么点加过路，什么点呢我加到最终，什么技能我用到最后，这都是不用考虑的。咱们只需要考虑普通难度，咱们把什么技能加高，噩梦难度呢使用什么主攻技能就可以了。装备的搭配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我一个离线环境，我打到什么就用什么了，并不是这个玩法最好的装备我就有的，那样的话不太现实。我到现在为止一个28号都没有，所以说悔恨啊大家就不要想了。我知道它不错啊，但是呢咱们只能用其他的来替代。咱们现在应该是30级啊，因为我出了熊。这个熊如果不早点出啊，可能来不及。在本章呢，咱们大概可以升2级，打出来一个6号符文。继续往前走吧。这个强度的召唤物巴尔也挺不了多久。其实这个强度的召唤物呢，打噩梦也是可以的，比想象当中的要快。但是地狱呢就很难了，因为咱们输出的手段过于单一，这样你就考虑遇到污冕的怎么办？这个王冠看一眼啊，不加技能没有用啊。再往前找，还有2波需要救出来。噩梦咱们转元素系呢，我还在考虑啊，是转成风的还是火的。但无论转哪个呀，咱们技能呢都是加不满的，都是一个过渡的玩法。打怪现在完全不用我操心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都是这些召唤物，他们进行输出。有小伙伴总说德鲁伊的召唤物啊，它的攻击的欲望没有死灵的骷髅强烈。这样呢，咱们手上不是有一个 TP 杖吗？
就需要利用到这个 TP 杖来调整他们的站位了。好像还有一波啊！等咱们地狱难度变成狼之后，这个跑路速度就快了。行了，前2个任务等于都完成了呀。我感觉我还有余力啊，因为 TP 杖还有10几下，让咱们往前走一走。下一个任务呢，就是救安雅了。咱们转元素系的话，装备的搭配上，还是以提升技能等级为主。这张图呢，也是一直向上跑就可以了。我感觉这张图呢非常像冰冻台原，看一下这个 LC 啊，加25%的金币掉落。普通难度啊，也甭想掉什么好东西啊。我大概还有13%左右的技能就升级了。这些狼的贴图啊，果然有问题。我这张显卡是3年前买的，那今天呢，我到那个店里看了一眼，因为买的是一个 N 线的品牌嘛，几乎就是一个杂牌子。神奇的是啊，那家店现在仍然在卖这款显卡。你甭管现在是什么30几零啊。人家现在还卖10几零，这个就很神奇啊！当年的芯片我都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别说现在了。好，咱们来到了冰冻之河，这里找安雅呀。观察了一下，这边呢需要一个 TP 过来。所以说，咱们就从这边来走。这里有一个力量光环的。那刚刚回城整备的流程呢，就给大家省略了。格鲁伊的赶路毕竟是不如圣骑士，更不如法师。队伍还行，比较脆的呢就是那3种灵啊。这波怪打了吧？看我经验的状况呢，大概还能再升一级，打巴尔之前，3BB 就会给很多的经验。哦，这里好多怪，打一波。如果没有动物园补丁，打普通难度的话，基本上就要靠狼了。安雅在这儿。行了，咱们10点全抗到手。先找马拉，看见马拉我就想啊，我现在也没有一个马拉护身符呢，项链啊。这
个其实法术系的很需要啊。给我个头盔，头盔呢也是专属的，但是不带技能啊。我去修一下 TP 杖。What do you need? You can't hide from me. 先把皮开了，一个 TP 调整一下召唤物的位置，小弟升级了。来到了尼拉塞克所在地啊，咱们看一圈啊，哪个方向？哎，大概是这边，少一个柱子。看小地图，有一个柱子呢没有尖儿。行了，贴脸输出了。这个输出啊又不归我管。有一个零挺不住了。普通难度呢很简单，啊，地狱难度呢就要小心了，因为地狱难度我打算用狼来打。狼的话必须贴身啊。接了3 BB 的任务，这样的话咱们要跑好远。我们现在在水晶通道，然后冰河路径。前方的冰冻台原，再加上先祖之路，然后才能到地方。4张图，这个图啊，咱们进冰河之前已经探完了。冰河路径，这里是传送点踩了，来吧，找出口吧。这里如果慢一点打，3 BB 之前呢可以升一级。普通难度呢无所谓了，因为咱们挂了的话，它也不掉经验。但如果噩梦难度、地狱难度都要考虑一下了。如果比较虚的话呢，就先升级。我这里可以看见这些狼啊，还是有贴图错误的。但是啊，这是最后一期召唤他们了。台原到了，看一下地图的走向。地图是一个东西走向，往西边走啊。为什么说往西边走呢？这个问题之前解释过，就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游戏里，如果地图是一个45度的斜角的话，那基本上右上方就是北侧。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玩过左上方是北侧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可以列出3到5个这种设定的游戏，可以去看看。传送站，这里已经是先祖之路的入口了。我的天，我捡到一个技能神殿啊！这如果是噩梦或者地狱难度啊，就趁着现在赶紧找入口，赶紧去打呀！有技能神殿的加成，咱们的强度啊会好很多呀。这个点也踩了，还有12发 TP， 感觉不大够了，算了啊，不用赶路了。遇到怪呢，还是打一打。
在我的经验大概是87%、88%，在下方很直观啊。让本章能够升3级啊！那我30级进来的，能打完这章啊，33级。作战神殿。如果战士呢减这个，减作战；法师呢就减技能。我是不是跑反了呀？哦，这里是出口。那行了，不用客气了，上了。而且呢，咱们打也不用分着打了，一起打吧。召唤物的强度呢，大家也看到了，攻击力60、70、70、80，数量呢10几只。其实现在咱们的强度和打到这里的死灵法师也差不多了。只不过呢，咱们没有死灵法师的诅咒手段，感觉还是要稍弱一点。这个扔掉，回家整备一下，准备呢去打巴尔了。打完3BB 果然升了1级。不仅是升了1级啊，经验几乎又涨满了，所以说咱们打了几只怪，走路的时候呢又升了1级。这样是真的33级了。那打噩梦难度之前呢，我应该会练到40级左右，甚至更高啊。看了很多小伙伴的留言，我越来越发现呢，自己是一个不太合格的练级党。我发现有人练到50级才进噩梦，练到75级才进地狱啊，真的是挺夸张。因为75级的话呢，我的习惯75级已经打大菠萝了。这波敌人呢拉不下去啊，我不想在这儿和他们打架，因为会被巴尔啊用衰老诅咒，我攻击的速度就很慢了。后面几波啊，把敌人往下拉一拉。咱们有3只灵，灵的走位还算可以啊，他们不往战场中间晃悠，他们只是在边缘。咱们主力呢就是1只熊领着12头狼，还有一个小弟。这个小弟啊，我正在纠结，到了噩梦难度换不换他呀？因为地狱呢，我又要转，所以说换的话呢，我不可能转神圣冰冻那个，我可能会转力量光环那个。这样到地狱难度呢，就不用再换了，不用重新练级了。这是第4波了，看对面的队形啊没有展开，他的金怪啊在那儿摸鱼摸了半天。第5波，还是有点靠前了。前台的狼呢被诅咒，然后让一让啊。有一个灵又被打碎了。
这波怪经验多呀。行了，巴尔了。看看打巴尔用多久啊 ？TP 过来开始打。哎，他跑了，这耽误时间啊！又 TP 了，戴维。这两个 TP 啊，耽误能有10秒钟啊！掉血很快，现在已经半血了。这个冰墙啊，被我熊推出去了。看一下他爆点什么吧。我小弟伤害很高啊，应该是队伍里伤害最高的。好，爆了个暗金，还行吧。那好吧，本期呢时间差不多，咱们召唤系的德鲁伊呢就玩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看，咱们噩梦难度再见。